房市大小事，住宅开工量腰斩，这很严重吗？预售交屋变慢，从化区最有感。先说结论今年的开工量只有去年的50%，对蛋黄区来说没有差，但是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从化区的发展。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高雄的薪水都6度垫底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住宅开工量腰斩很严重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全台住宅开工量腰斩，赖正义5年后新成屋供给出现断层。那内容就是在讲说，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前2个月全台住宅类建筑物开工只有12358户，年减幅高达 44%， 近乎腰斩，并且创下近8年最低的纪录。然后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多数建商现已转向延后推案与减量经营的保守策略，预计未来的3-4年预售屋将拉长工期，原本3年可完工的建案会被拉长到4年甚至5年。对预售的买家算是好事情吗？不一定，虽然可以减轻工程款的负担，但是会打乱你原本的计划。例如说你就算好3年后要交屋，就可以搬进去当婚房，或是小孩3年后就读国中，那到时候是要那个学区还是怎样的，要有自己的房间这都小事情最怕的是什么？政策性风险，就是你变成要多经历1整年玩足足4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每次开会都跟开讲一样，而且就是今天快下班的时候开会，明天早上就直接实施，都是这样那会变得更宽松还是更紧绷，都没有人知道再来你要知道，开工量腰斩会冲击房市吗？先说结论看地区看地区，蛋黄区没差，蛋黄都是无敌的。例如说信义区，你是觉得台北信义区1年是可以盖几间新房子？就没几间呢因为它可盖的土地都非常的少，都更也非常难推动嘛，所以再怎么样开工量腰斩它本来亩数就很小，影响就不大，反正本来也盖不了几户。那从化区就不一样从化区有所影响，因为从化区最多的就是预售屋。今天这个地区本来3年后要交屋500户，结果因为建商各种考量3年后只剩下300户交屋，也就是说没有交屋的这200户要等到明年后年才会入住，本来就能开起来一间 7 开起来一间虾皮店到店早餐店就开不起来了，也就是说从化区的发展速度会变得更慢。再来你要知道，建商正在太弱留强那开工量腰斩除了影响买家以外，对建商本身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很有可能造成建商的大洗牌强者很强，大者很大嘛，建商也是寡占的这样为什么？因为都发生过嘛，建商就盖不出来，就烂尾了，跑路了嘛。所以现在的机制是什么？就是你交出去的定金跟工程款，建商没有直接动用的嘞，这个钱看得到用不到，钱会先进一个叫信托专户里面。就是以前建商惹太多事情了拿了钱跑或怎样盖不出来所以现在就是反正你这个钱你给我先进信托，然后银行会按照工程的进度分阶段把钱拨给建商，也就是说建商盖得越慢，他拿到钱的速度是越慢的。然后真的大钱什么时候灌进来？就是你跟银行申请了房贷，要等交屋以后银行才会拨给建商好，问题来了，周转中小建商他资金就不太够，然后又盖得慢就算是工程款是盖好才结算，那这个每个月都会烧呢，盖得慢是一回事你员工也要养呢员工薪水呢然后每个月要付的土容跟建容呢这个就是时间到直接喷血的事情，一不小心就局了。所以未来几年有可能是这样能准时交屋的建案都是大建商，小建商越来越晚交屋，不然就是直接就给你宣告破产，然后整个盖到一半的打包卖给大建商继续盖。不要忘了晚交屋是有罚则的它的公式是依照款项的 0.0005 乘上延迟的天数例如说你缴100万，然后延迟1天就是赔500，延迟10天赔5000，看起来不多，但是他一次要赔好几百户呢，这加起来就很多了。当然这有另外的讨论就是说建商巴不得退给你，因为他可以卖现在的价格假设你2023跟他买了房子，然后他现在延后交屋，然后你说不行我要退，好他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卖2026的价格有这种讨论。但是就是计划都被打乱了你预期3年就3年了，现在又缺工又缺料，然后又什么中东战事安诺材料大涨，所以我会建议你现在已知开工量腰斩，然后你还是想要买预售，
挑大建商哦，这样对你会比较安全。大建商无非就那几家，我知道你又要骂了哦，你又要喷了，你忍一下哦，不然你要挑中小建商哦，风险奇高啊，非常的高啊。然后更皮啊，就是不太怕你告的，本来跟你说我落地窗，然后盖完以后就是一个小窗户，然后就想要用那个5万块提货券把它解决掉。虽然有些大建商也是不太管他自己民生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有办法准时交屋给你嘛。哦，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你要买到房子这件事情，好，我知道你又要骂，就是这样嘛。虽然我也知道，我也看过现场看到有案子交屋半年以后阳台水管喷水这种事情，大建商不然怎么办嘛？中小建商不好意思，是连交屋都交不了屋呢。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住宅开工量腰斩会不会冲击房市？那我的看法是要看地区，蛋黄区的预售供给量本来就很少，所以你就没什么感觉。从化区预售案就差很多，会明显放慢发展速度。另外我也提醒你说，开工量腰斩最有可能造成的是小建商的生存危机，因为这代表他能拿到的钱变少也变慢只要有一个闪失他就急了，他就破产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买预售的话，真的是默认预设内建就是要找大建商才会比较安全。最后我来问你，你认为今年年底之前预售的买气会回升吗？A 会，因为大家要把股市的钱落袋为安。 B 不会，央行不会那么快松绑。 C 不会，要等中股的先买完买气回升以后才会轮到预售。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其实说这个开工数量变少这有非常多的成因可以去探讨，不过探讨那个东西太无聊了那包含就是尤其是平均地权条例，你以为平均地权打一般民众，没有，他打报建商土龙可以贷的层数都变少，那也不用太过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个2025的交屋量是史上最巨大的交屋量，交下也还好也没有说真的是有一群人牵手排队等着跳楼，说什么缴不出来对不了保什么有的没的，也还好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那之后虽然开工量大减，但我看起来是恢复到以前正常的水准，就这样。你现在还敢去买地，还敢去盖楼的，真的很勇非常的勇你不是大建商或是地方的大建商，像我们高雄就有高雄在地的那种大型建，就是以全台来讲它不大，但是就高雄的话它很大的这种大型建商，真的是很勇非常的勇你就找这种大建商比较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或状况。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最漂亮的地什么大陆街大陆沙嘎汤的那种最漂亮的角地，你觉得会是中小型建商有办法买下来，还是就是大建商？又是大建商他们才有机会去直接那种100亿等级然后就给他买下来。所以大建商的土地会漂亮，当然格局规划是一回事，有人说我要盖出来住鸟笼那是一回事，但是它的土地就是漂亮它就有办法大陆临大陆那未来5年如果新成屋会出现的数量会变得很少的情况之下，这都是往后看你盖房子要有时间你又不是说今天有一个预售开案，然后下个月就住得到了，它要盖好几年3年以上然后再来个缺工缺料，再来个碳权再来个安诺多亚逃逸外劳被抓都有没的，他就要往后延了然后再来个土方之乱，对不对？高雄都有案子停缴工程款，为什么？土方之乱就倒不出去，所以大家都先暂停。这样你以为这样子你喘一口气，然后建商很高兴？没有，建商他员工的薪水要照付他是很硬这都是直接削减掉他的预期的利润。
好，那5年后我们可预期的就是500年的新房子会变得很少，那你认为到时候的价格会变成怎样？蛋黄区当然给它标上去嘛，供需嘛。那蛋白蛋壳区嘞，那就要看哦。那讲几个八卦，就是营造营造现在的对手不是只有住宅市场自己在卷而已呢，科技厂毛起来抢工人、抢材料，你知道吗？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了嘛。就科技大厂盖厂房是有什么？他们要拼速度的，因为他们要对股东负责，你知道，他不是对他的买房的人负责，他的股东负责。如果你预期盖什么厂，预期什么时候量产啊，这个时间 delay 到了，股价是会崩的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2到3倍的价钱去抢工人、抢师傅。那新闻超多的，什么做607啦，什么有没的2倍钱抢人啊，科技厂啊，高雄现在就正在发生，台积电就是这样以前建商是那个老大哥就是他打给那个工头营造下包，叫他什么时候来盖房。现在那个营造下包不太鸟建商的呢，他们现在就是听那个大立光，对不对？千亿投仁武那边那个厂房要盖，他要去做这种案子，规矩是很多就是什么职安啊，你只要超过2公尺一定要安全扣，可是钱很多钱就非常的多而且他不会拖你的钱，他不会像传统建商那边开一大堆票，然后你还怕他跳，就是工程款都结得很快。科技厂尤其是台积电大概真的是快吃光整个南部的师傅，然后跟那个营造的产能了，大概都长这个样子。要做科技厂，变成说建商现在找不到人，如果找得到人，他要的那个钱你就一个建商，你怎么跟台积电对干？台积电付的钱那么夸张，根本以建商来看都没有利润，结果用的是同一批师傅，那怎么办？同批水电，同批绑模，那怎么搞？那还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台积电的笑话。台积电就怎样，一直赶工，速度要快非常非常的快。台积电就问工头说：“好，那请你们做你们赶工赶到死要多少钱？”工头说什么东西？然后台积电说：“好，就这样，给你钱，现在马上做，马上赶，就这样啊。”台积电抢工花钱完全不手软。他花这个钱没多少钱，你知道？然后他要是尽快实现量产，你看他可以赚多少钱？反正现在对手建商也是很难做。现在对手不是其他建商，而是营造厂、科技厂呢。然后再来是材料供应链，那个延迟交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这样，就是一个建案啊，我就问你，你要几颗马桶，对不对？你要多少瓷砖？好，一个建案在盖然后就跟人家定了。如果到时候人家交不出瓷砖的话，人家违约嘛，所以那个它的各种供应链板材啦、系统柜啦、厨具啦、马桶啦、瓷砖啦，它是不是都要传本本？结果你延迟交屋延迟交屋怎么办？你催建商也没用。假设你就是做瓷砖的，你现在在乡下的一个铁皮仓库里面，你看满山满谷的瓷砖，放，这还是能放的东西有没有不能放的东西？有啊，那怎么办？反正就是建商现在就是要延后交屋，然后他们一系列的供应商都会受到波及，我的仓库就被占住了那除非我又要额外花钱我去搞下一个仓库，不然的话我的生意没办法扩大。我没办法扩大的话，那我又等不到现在这个遥遥无期的建商的钱，很麻烦啊。这个我们都有听那个，就反正就是跟建商配合的都在讨论这些事情。那仓库都被塞爆，然后都动不了，都结不到钱，因为建商还没盖出来，怎么办？大家凹在那边，问题又来了，员工薪水怎么办？所以时间一久连这些什么瓷砖供应商都有可能直接爆掉。那一爆掉的话，你就看到什么瓷砖拍卖啊，你只要人来，你把它整批运走都行因为这个地主要把仓库收回来而已，要空了收回来而已，瓷砖不关他的事，因为那个跟他租仓库来放瓷砖的那个都跑了，瓷砖又不能乱丢所以就是开放给他拿。这种事情往年3不5时都会发生，接下来可能数量会更多，都因为什么？都因为建商拖。建商也不是就想要来拖，就是因为政策啊，因为那个缺工缺料等等，就会变成这样。那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古屋蛋黄区的中古屋3房平车还是很无敌的东西。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摆脱了所谓预售的战场然后第二就是预售以后供给越来越少，对不对？那很好啊，那变成说买方只能在更稀少的新房子预售里头，然后跟那个中古屋里头就挑一个。当刚需发生的时候，没办法，那就是小孩子要学区了就是要结婚了，那就去挑中古了。所以未来的中古还不错啊越成越香。光中古的大楼也是有公设比的那光是这个公设比就对不对？新成屋虽然公设很华美，可是室内有够小，
中古屋还不错啊，我个人是非常看好日后中古屋的战斗力。我再强调一下，蛋黄区的中古电梯大楼3房平车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无敌的东西。